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891.2， 收盘价是 883.07， 盘中最高价是在 892.53， 最低价是到达了 850.11，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在10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3163.96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 倍，量增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了转折，开口呢变小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出现了向上的转折。MACD 双线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更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0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吊人线。那它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上方。那这样的 K 线实体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 那通常这样的线型如果出现在上涨的顶端，称为吊人线；如果是出现在下跌走势的低点，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K 线的位置。那这个 K 线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在多头回档然后又发生向上转折的一个位置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吊人线，那说明上涨的走势将要被瓦解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股价开低向下呢，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。但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是在一个回档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低档的位置，那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开高向上，然后呢，次日的收盘价站上这个前一日这个 K 线实体的上方呢，那股价呢是容易继续向上的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0日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转，收盘在890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在8月10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能够跌破850的。那另外一个预测的可能呢是在8月10日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的横盘，收盘在845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是低开盘，实际在8月10日收盘价是收在了883.07。那在8月10日当日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那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基本相同，但是很遗憾呢，是它收了一个红 K， 也就是收了一个下跌的红 K， 而不是一个上涨的绿 K。那么我们刚才呢，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K 线定义为一个是吊人线，那股价会向下。那我们先来说股价的下行。那在8月11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它的目标
就是下方的850是前低，和下方的这个837的水平线。那在837这个地方啊，它将是一个强支撑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位置，有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，还有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也会提升到这个位置。那837呢，我们还想重复一下，是这个一星二阳上涨架构最后一个上涨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不跌破这条线，它的上涨的动能呢就依然会存在。那继续向下说，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么一个强支撑，继续向下呢，那我们说下方股价很有可能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785和回补下方的缺口，所以这个837这个水平线啊将是至关重要的。那我们调整一下现有的水平线，我们首先把这个水平线上移，这是我们作为前一日预测时候的一个标志位，也就是20均线值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把它上移，不需要这个水平线了，我们上移到850，然后变一下颜色，这是一个850将是一个观察位，然后837我们也要变一下颜色，837现在变成了一个标志线，也就是跌破它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上行。上行呢，如果说在 K 线信息解读，如果说这是一个回档的相对低的位置出现这样一个 K 线呢，那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锤子线。锤子线呢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如果股价上行，它的目标将是要站上这个锤子线的最高，也就是892，然后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是915。那么突破，也就是后续只有突破了915之后那么才能够，也就是说解除或者瓦解这个含长下影线的一个变盘信号 K 线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吊人线，那后续股价如果能站上915呢，将会瓦解这个吊人线的威胁。对，所以这个915将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标志位。那站上915之后呢，那股价才有可能说继续上行。那再向上的目标就是站上前高940，是8月4日的最高。当然我们说站上940呢之后，股价会重新也就是说会出现上涨的行情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高点，然后回后站上前高，这叫回后上涨，那股价会出现一波上涨的行情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，这是我们前一日作为5均值的观察线，我们调整到892，调整到这个8月10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我们保留915。好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说8月10日这个 K 线的最高892和最低850将是8月11日开盘之后股价运行的2个重要的观察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不突破这2个观察位，将会继续在这个 K 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进行横盘。那么上方呢，915是上涨的标志，下方这个837是下跌的标志线。
那我们总结的这些信息呢，是对于8月11日而言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885到888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然后呢是前高892，就是这个水平线。那再向上，我们会看到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，是在910附近。接下来的一个压力是915，就是这个上涨的标志线。那再向上就是940，是8月4日的最高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我们测算是在864到870之间，是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是前低是850，再向下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下跌的标志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是第3个压力区间，是一个是837的水平线上涨动能的这么一个标志线，也是强支撑。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，是在833，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832到834之间。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值合并，第3个支撑区间是832一直到837，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我们给出是818，是7月28日的最低，然后再向下就是785，是7月27日的最低，也就是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架构的最低。那我们说如果股价跌破了这条线呢，那我们认为它肯定是要回踩下方的这个缺口的。当然这应该是如果出现下行，也应该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。好，那么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11日股价的走势2个可能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横盘呢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909，也就是会触碰上方的200日均线值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75，收盘会收在866附近。那么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要设定一个条件，就是它在盘中是不能够跌破870的，并且呢应该是一个高开盘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回档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85，最低会到达84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854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呢是盘中股价不超过这个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890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11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